那我們來看第3道題目，我們先看文章文章並不難。文章說，在一個20個人的班級裡面，平均的體重是40，全句是10。我知道你這時候會有個衝動，因為你每次看到平均，只要給平均給數量，你都會把它想要算出總和，对不对？你先按捺住這個衝動，因為他根本沒有要問你，還沒有要問你什麼東西，你先不要去做計算。好多同學會習慣邊看邊列式，但是我會建議你先忍耐一下，先看進去就好，知道它是一個考統計數學，而且考統計跟全句相關的題目就可以了。然而，當一個新的學生加進來的時候，整個樣本數加1的時候，整個平均上升到了41。看完了，接下來我們看問題。根據以上資訊，請你選一個最大值。那這個最大值是什麼東西呢？就是 the maximum possible range of the weight of the new class。在新的班級裡面，最大值、最大可能的全句，注意他要問的是全句，也就是最大值选最小值。OK， 好，然後以及这個全句新的班級的全句的最小值。那我們看完之後呢，我們來思考，那怎麼去解？正面去解可能比較困難，你要不斷的去想象、去列式之類的。但如果從反面去推導，就會相对容易，因為你只要去證明那個情境下有没有可能跟文章不違背就可以了。我們先來看第一個，我們如果今天去檢驗 maximum 的話，那我們就是先去檢驗哪一個 30.5 嘛，對不對？那我們看文章已經給我們的資訊是什麼？已經給我們的資訊是原本是20個人40公斤，所以原本總和是800公斤。那新的是21個人41公斤，所以呢，我们讓它乘一下21個人乘40公斤，減掉40個人乘20個人乘40公斤，它會等於這邊沒有算出來它這邊會等於這邊是861啦，這個是861。然後這個地方是800，所以呢，新加進來那個學生比較胖一點，他是61公斤這樣子。那我們來想如果今天你要讓全句是30.5最大全句的話，我們可以怎麼去預設？去刻意把資訊推到極端，我們讓最大的 let the maximum 等於61，就是剛剛講起來最胖那個胖學生，他很明顯超出了原本的40或41公斤的那個平均嘛。我覺得假設他是最胖，然後呢，如果假設他是最胖的話，那最小的如果要如果要全句是30.5的话，那最小就会是谁？就会是30.5，对不对？這種情況下，能不能夠跟文章的條件符合？文章還剩下什麼條件？文章還剩下的條件是平均會是41。那請問各位，我們剩下的19個人，範圍在61到30.5中間，能不能去湊出一個41的平均？這個當然可以，你不用去細算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只要平均有在這個範圍之內，只要像這個41這個數字剛好在30.5跟61的範圍之內，並且題目沒有其他的要求規定說，每個人的體重一定要是0.5，一定要是整數啊，或者是什麼一定要是2結尾、3結尾、5結尾，沒有對數字有任何的規範要求，你永遠可以去湊出一個組合，剩下19個人加在一起，然後呢跟這2個人加在一起再除上全部的數字，最後平均是41。好，各位聽得懂我的意思嗎？就是只要你的平均這個數字的範圍是在現在看到最大值的最小中間。好，你現在已經固定了2個人了嘛，最大跟最小，剩下還有19個人。你能不能把平均調成41？當然可以，你怎麼調都可以。因為題目沒有去規範每一個題目的題目沒有去規範每個，對，這邊是8，這邊是41。因為題目沒有去規範說每一個它到底體重要整數還是0.5，你可以0.1、0.2、0.25、0.125都可以隨便亂湊。所以呢，這個地方是完全可以成立，甚至不用去計算驗證。好，用數理邏輯就可以了，這樣子。好，那再來呢？所以這個地方當然就是30.5了。好，再來的話，最小值的部分呢，我們就要另外來檢驗了。我把它放旁邊哦。OK， 最小值的部分，先從10開始檢驗。那10呢，我們目前已經知道有一個人是61嘛，那我們就讓那個人let max 等於61，最大值等於61。那如果那個人是61的話，那最小值會是多少？因為我們現在要固定測驗10的全句嘛，對不對？所以這種時候呢，最小值就會是51，對吧？
好，那現在問各位一件事情，這個51有沒有違反文章的標準呢？我們再回來看文章剛剛講說這些人的平均要是41，請問各位，你有可能把平均弄到41嗎？最小51，最大61，平均怎麼可能是41嘛？對不對？所以呢，這個邏輯就是錯的嘛，就是跟文章條件違背，所以30.5一定就是10，絕對不會是我們的答案。那你說這個選項要算嗎？其實不用，為什麼？你看它只調了一點點，對不對？如果你把 minimum 變成10.5，不過這個就是把 minimum range 變成10.5，那這個 mean 就是從51變成51.5。那請問，那就是沒有51變50.5，那50.5還是一樣啊，還是沒辦法讓整個平均變41啊？你最小值50.5，最大值61，怎麼可能平均是41？所以這兩個一眼看過去就是確定不行。OK，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我們10是真的去寫一些數字，可是10.5就是因為我們已經了解了10為什麼不行的道理了嘛，對不對？好，就是你命值真的差太遠了，命值51 ，max 值61，怎麼可能平均是40或41，對吧？好，但是10.5的話，因為它只調了一點點，它不可能改變這個現實。好，所以我們就會直接排除10跟10.5。好，那再來呢，21的話呢，21因為就距離有點差距了，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算一下這樣子。好，來21的話，那我們就是讓最大值等於61。好，那最小值會是多少呢？最小值會是40。那這個時候我們再回來看，如果要讓最小值變40的話，那等於說原本的這些學生只有一種可能哦，因為你看原本的平均就是40，只有一種可能，叫做什麼？所有原本的學生都是40，就是40全部都是40，對吧？你這樣才有可能平均是40，最小值也是40嘛，對不對？平均40，最小值40，那意味着所有學生原本都是40，才有可能這個平均。那請問這個有跟那如果是這樣的話，那有跟這個條件符合嗎？ range 是10。不可能嘛，對不对？對吧？所有學生都是40，那range就是0，所以這個呢也不符合我們剛剛的條件，跟文章條件矛盾。那再來，我們再看下一個21.5。如果是21.5的話呢，那我們就會讓 x 等於61。那這個時候呢，最小值會是多少？會是39.5，對不對？好，然後呢，因為舊的學生全距是10，所以我們可以推出舊的學生的那個 range。大概会就是他所有學生所有的範圍是在什麼範圍？是在39.5到49.5之間。這個是舊的學生 ，all 20 students，all 20n， 好，舊的學生裡面。那在這個範圍裡面，我們能不能再做出剩下的條件，就是做出這個40的平均呢？就像我剛剛講的，你只要平均數在這個距離的範圍之內，然後呢，題目沒有給你另外的條件去規範每個數字要不要是整數，或者是有限或無限小數，你隨時可以湊出這個數字。所以你要用這個範圍裡面的20個樣本湊出40的平均，其實並不難。為什麼？當然你要先固定39.5是最小，49.5是最大，所以20個人裡面你少了你固定了一個最小值，固定一個最大值，但剩下18個人你可以盡量的讓這18個人裡面的可能比如說大多數的人他是集中在最小值39.5的地方，然後呢再讓剩下那個數字補上去，把這個平均補到40，剛好40，對不对？好，剩下那個人就是要極端的大，極端的大，然后讓那個數字剛好到40，這是完全可行的。因為你這個數字沒有什麼限制，你甚至可以用3位小數、4位小數，只要你能夠把那個總和補到剛好，能夠除上平均等於40就可以了。所以這個在邏輯上也是可行。所以最後這道題答案選擇的是21.5。好，當然這邊會用到一個數理的那個捷徑思考，捷徑思考就是我剛剛講的。你只要確定的範圍，好，最大值跟小值的範圍，然後呢，這個題目給你的平均是在這個最大值跟最小值之間，然後呢，只要你中間的樣本數不會太少，不會說只有2個或3個或4個，樣本數沒有太少，哦，然後它題目也沒有去規範你每個樣本的數字是不是要整數，或者是不是要就是以多少為單位，0.5為單位，多少為單位。你可以自由的去搭配，自由的去換數字，只要把那個數字剛好湊到平均在這之間就沒問題，這是完全可以成立，根本不用去計算。所以這道題答案是21.5。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數學方面的邊界測試，我們幫大家很快的做 wrap up。數學的邊界測試的概念適用於最大值跟最小值的題目。那做這種題目的時候呢，正面衝擊往往會過於抽象，或者是會需要去導抽象的那種觀念式子，對你來說不夠快。
你可以試試看反面衝擊。反面衝擊的原則就是，如果問最大值，請你用最大的數字開始帶進去推導，去確定你所推導出來的資訊跟文章是否有違背。如果有違背，直接排除。最小值亦然。那如果確定完全沒有違背，可以跟這個情境 fit in，你就可以直接選它，你不用再去看另外其他數字了。OK，這樣會是最快的。好，这個是我們說的數學方面的題目。